Hello， 我是 Sky， 一个为了游戏燃烧生命的玩家。在电玩面下块里面，我们主要会帮大家整理这一周发生最热门的游戏新闻。第103期呢，是我收集大概1个月左右的资讯，来跟大家分享各位都很好奇的一个话题，就是你们应该多少都有想过，为什么最近的游戏开发商就这么喜欢在里面增加多元？明明这些游戏的成果显而易见，失败的失败，没赚钱的没赚钱，却还是想在这个点去琢磨。会选这个话题呢，除了把风气带起来的顾问公司 Sweet Baby 最近自己的家不好好待着，又跑出来搞事，说自己才是受害者，并没有想要尝试改变大家之类的鬼话。可是这一次呢，我们重心会更倾向把重点放得更广更宽，看看背后做这些决策以及正在用钱改变我们价值观的真相到底是谁。Sweet Baby 这家公司有多么的让人惊惧恐慌、瞠目结舌、见人就想打，我想各位都有所耳闻了。那简单讲呢，就是这一些人正在用自己的想法，试图在游戏里面做一点点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呢，不一定是外形，可能是剧情，可能是游戏性，只要是能够改变你价值观的事物呢，他们就会想要做。比如说最基本的破坏经典嘛，不是用多重宇宙把极冻人改成极冻夫人，就是妙丽突然会使用黑魔法了。这又在一些游戏里面增加很像是尊重某些族群的性别代词。那重点是他们在游戏里面增加的方式也很诡异。比照 Sweet Baby 的总监 Kingplay 的说法，他们顾问公司都会采用柔性劝导，让开发者接受他们的建议，像是泡杯咖啡啊、聊聊天啊，说你不这么做的话，或许你可能就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哦。外表很像是提醒实际却是笑着威胁你，这种没有逻辑的交战守则，后来会让大家知道有顾问公司的存在，也是因为有位很讨厌政治正确的巴西玩家，开始用柯南般的搜集罪证能力，把正确或是有请 Sweet Baby 顾问过的游戏，一律被他加到自己开的鉴赏家功能 Sweet Baby Inc. Detective。不过这一位巴西玩家最刚开始也只是自己搜集自己看，后来是 Sweet Baby 知道过后，就开始找很多人帮忙检举，利用各种方式试图要把鉴赏家给搞到下架。哇，那这一招反向宣传真的是超级强有看激战网红的人就知道这可是最难学的精髓，因为这样做不但没有下架或者不爽那位玩家，反而还让更多人知道，哇，这个鉴赏家也太好用了吧。可是这件事情呢， Sweet Baby 觉得好像不够多人知道，最近宣扬方式没逻辑的总监 Kingplay 又跑出来抱腿取暖。这次消息来源是来自一个频道 Black Girl Gamers， 从简介其实就看得出来他们是热爱多元的，希望能够把黑人女性的能见度提高，提倡多元、公平、包容，超过9000名成员的全球黑人女孩的频道。那上个月他们就发了一部名叫做《解析游戏们游戏文化有毒的一面》，其实从影片的标题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想要讲什么了。内容也的确是一些把自己从加害人的角度转成受害人，比如说 Kingplay 就觉得现在游戏业的想法都很老旧，也很倒退，各行各业也都差不多。他觉得是因为政治局势的关系，才导致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他们的工作也只是人家一通电话说要帮助，就跟专案需要气象学者、律师帮忙一样，碰到比较特殊的背景或是国家，就会让人难以想象该怎么做。他提到他的工作只占游戏内的15%，目的就是帮忙开发商的编剧还有任务设计。大家只认为提倡多元共荣的公司都没办法做好其他工作，对他来说，他只是想要引入一个新的角度、新的想法，能够在游戏里面增加代表性，作为他提倡的全面创新。只是有些玩家看到跟自己记忆中不一样的事情，就感到很害怕。哎呦，有一说一哦，我认同他说的引入新角度，的确是可以为创新带来新的活水，但这些创新不是玩家没办法接受呢，而是你都要灌给我毒药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有选择权，还得乖乖张嘴吃下去？我反倒是很讨厌有些人是，每当有人不喜欢关于正确的艺术设计剧情，你就一言堂不给人家讲，然后又要用其他人不接受，都是白人男性有问题，白噪音好吵，玩家讨厌改变是因为政治。我就问，到底是谁在搞什么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呀？而且只要是有一位正常却带有一点创作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作品，就会知道问题在哪了。比如说像2077
机芯里面就有不少多元的元素，但几乎没有玩家感到有什么不舒服啊。可是对比 Sweet Baby 官网从旁协助过的新蛋，有多少款是被你们搞得乱七八糟的？也是因为近几年来算是政治正确暴走的时间点嘛，很多无论怎样都一定会跟多元还有 DEI 扯上关系，那也让这个词逐渐变成贬义，让许多公司也纷纷开始对相关组织进行制裁。比如说美国的 Core Corporation 就曾说他们要招收多元的领导进来 ，Salesforce 也曾经讲说50% 的代表性不足的群体由我们来协助。那跟我们游戏比较有关系的，大概就是微软在游戏里面很提倡多元化，甚至还要在动视暴雪每个部门都配一个 DEI 的指导员。那索尼就更不用说了吧，新名特工、最后生还者2部曲根本最佳典范。然而今年这些事情呢，都好像发生什么变故一样，有些团体就开始一扫而空了。7月中，微软就把 DEI 的部门给关闭，解说这只是跟业务有关系 ，DEI 也没有过往这么有需求。而那时候 DEI 的高层离开前也曾经讲到说我们的业务呢已经没有过往这么重要，其他公司应该也会遭受同样的危机。But 我们现在看有些厂商的确是有砍 DEI 的部门没有错，可是有些想贯彻的公司，他们则是会想其他方法，让大家认为他们没有 DEI， 实际呢却只是用了阴招。像动视暴雪就流出一封内部信件，说我们的 DEI 呢现在已经改成 Inclusive Growth 部门，这次调整跟提倡多元、公平、包容的核心价值，对团队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那至于微软的部分，根据为 Crush 的推特用户提到，他说大家都还在欢天喜地庆祝微软把 DEI 部门砍掉，但其实他们只是改了个方式，因为他发现微软在宣布的期间，早就已经跟一家名为 Bridge 的顾问公司密切合作。那跟过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一次公司不太会跟 DEI 扯上关系，而这计划更融入到企业里面，把文化刻印在员工的行为举止。那做什么事情呢，都会评估你有没有倾向 DEI， 它也会借此换算成一个评分。那这个评分呢，会类似很像是借钱就会看信用评分，有这么做的也不止微软，还有远端软体 Zoo 在月初就有干过同样的事情了。他们也是说要把 DEI 的部门给砍掉，改用外部顾问公司合作。所以这个点呢，也能够知道有些公司并不是真的要把 DEI 给砍掉，而是跟九头蛇一样啊，砍了一个头又生出另外一个。不过比较让大家感到很微妙的就是，他 DEI 都把游戏给搞烂，影视改得跟鬼一样，明明游戏一直失败，真人改编也一直有问题，为什么这些企业还是不罢休啊？硬是要搞这一出对多元这么上心，愿意涉险去做这件事情，难道他们真的是钱都赔不完、花不完的吗？要是我跟你说，真的有一个金主，还真他妈花不完呢。不过大家看到这边呢，可以先帮我们点个赞，毕竟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整理嘛，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更多的内幕，希望各位可以帮我们把影片给推出去。其实企业会这么在意 DEI 呢，就是因为它是一项影响公司形象的指标。那这个形象呢，不只单单是做给我们看的，更多的是做给背后的金主看的。会需要这样做的原因呢，就跟我们知道的主要原因差不多，就是因为3A 游戏的成本过高，一家企业做一款游戏还行，但2-3款成本很高的3A 游戏要一起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比照我们对3A 游戏的了解，要做一款随随便便都是一来一去美元在跑。比如说像是索尼先前不小心泄露的消息，就说他们为了 X 战警做出独占协议，会在自家的平台做至少3款游戏，每一款呢都会在开发加宣传投入至少超过1亿5千万的资金。那重点是3A 游戏也不一定会成功哦。这几年来更是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像新名特工、战地风云、2042、冒险圣歌，哪一款不是砸了好几个亿进去，结果失败告终的？但要是一家公司每做一款就亏一款，即使是企业等级很快就被搞到倒闭了。所以为了应对资金的问题呢，企业就会开始寻求投资人来帮他们舒缓资金。可是投资人跟企业之间总该会有一个互信的桥梁，不可能在路上撞到人家肩膀，在那边撒小来撒小去，打了一架就讲说，要2亿美金凑有3A 呀，我有啊。这些投资人他们会用上名为 ESG 的分数来评断。ESG 影响的范围有很广，有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每一个大
下都会有不少的小项目，像社会责任就会有人权、社区关系、客户福利、劳工关系、薪资与福利、多样性与共荣、员工健康安全。那3种综合起来呢，就会变成一个指标，代表你这一家公司能见度有多高。这当中有一项评分，世界最大的投资企业 BlackRock 非常看重，就是多元与共荣。贝莱德这家呢，其实有在关心金融或者是投资的人，多少都有听过啦。它就是堪称掌控世界的一家超级有钱的投资公司。有钱到什么程度呢？根据专业的数据网站 Statista 评估，每年贝莱德赚到的钱，2024年就已经到达了10.47兆美元哦。已经不是1亿2亿，是一定要我讲他妈的10个兆哦！哇塞，这数字是什么概念呢？用世界银行这个网站来查不同国家的 GDP， 除了美国跟中国有超过10万亿或是20万亿美元，他们就相当2个日本的等级，而且他们投资的方向很广，你只要查现在跟你有关系的任何公司，几乎都能看到它的名字，比如说 EA、索尼、微软，最底下有一个最大互惠基金的持股人，你就会看到贝莱德，那甚至还有华纳兄弟啊，还有万代南梦宫啊。对了，我看万代有件事情我没有讲到，就是 Vanguard 它也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本身也是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让客户成为他的股东。所以当贝莱德是他最大股东的时候，就等同于这2家是一体的。也因为这2家的资产加起来很雄厚，他们就会用类似垄断的方式来让我们以为还是有在竞争，就像是我们知道的百事可乐、可口可乐，我们都会以为他们就是竞争对手，但其实你只要查这2家卖可乐的持股，最大股东就会看到熟悉的名字。当然也不止好喝的可乐啦，现在影视业最夯的串流 Netflix 对比现在迪士尼的串流，专门做你现在电脑上显卡的 NVIDIA、贝莱德都是最大的投资者。所以等到了解这背后的金主过后，也产生出第2个问题：这些人到底想要在这个社会做出什么样的价值观改变呢？贝莱德的老板 Larry Fink 在一次公开场合说 ，ESG 的评分形态即将改变，希望能够正式开始进行推行多元化。会做这个决定，也是因为他们在前几年发了一份叫做《通过投资女性实现长期资本主义》的报告，内容就有提到，根据2023年到2022年间的数据，一家执行多元化的公司跟没有执行的公司，投资回报率还要高出29%，这当中也包含高层如果是男女数量一致、性别平等，表现呢也是比不平等的公司还要更强。所以看到这边，有没有想到 Sweet Baby 的执行长 Kim Blaze 说的，都是游戏公司自己主动找我，不是我去找他们，都是有原因的。而且这整个循环哦，与其说是一场超大型的计划，不如说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从大资本到处投资呢，让市面上大多数的公司都成为他的人，之后在公开场合说他们将会开始执行多元化的推行，那这时候公司就会有这个目标，只是方式不太一样。看是要自己在公司的内部增加 DEI 的部门呢，还是说你就去找 Sweet Baby 这种顾问公司都能够提升这项评分？不过我自己是觉得，比照我们前面这样子说的 ，Sweet Baby 现在啦就是处在一个风口浪尖上面，太多人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又很粗糙，又很让人头痛。我们在猜未来哪天他们应该会变成第一个被抛弃的旗帜，要不然就是转身成另外一个名称重新再来，甚至他们也可以保持一样的说法，说大家只是不想接受改变，都是白人男性的错就好了。但无论我们怎么做呢，多元跟 DEI 真的是一件很难停下来的事情，因为提倡这个运动的顾问公司也不止这一家。先前不知道大家还没记得，宝可梦 Go 的手游公司啊，也曾经搞上一出哦，刻意把外形搞得很像是男女都很像，然后感觉就很像是同一个模组一样，后面就被查到是一家名为 Gamer X 的顾问公司在搞贵。这个新闻其实很有趣啊，有机会我真的很想做一篇来给大家看。总之这一次我们可以知道，现阶段就是有人用钱正在逐步把我们的价值观改得跟他们一模一样，就是希望能够把政治正确的文化强行增加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可能是在游戏，也有可能是在影视业里面。那这次新闻不只说明游戏为何这么多让大家不舒服的美术还有剧情，也是连影视业的部分也顺便给大家解答啦。只不过要创新一种全新的文化也并不是不可以啦，但是你们请来
搞这些的啊，连个基本的美术都让人觉得没有做过就想干。那这阵子啊，我最常拿出来讲的就是极冻夫人的更新，几乎每一套衣服哦，都让人觉得不知道在做什么。新名特工也没办法让人辨识这些角色到底要干嘛，就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是很自以为想要创造什么神秘感，实际玩家接收到的就是觉得说你到底在做什么鬼。影视业就更不用讲了吧，黑美人鱼、拉丁公主，就连最近翻拍的麦块真人版电影也被大家虚报，有人甚至偷偷把新名特工的角色塞进去，一眼扫过去啊，还真的很像是在玩大家来找茬。不过大家也并不用想说，既然背后金主都一样，我们改变一点用都没有。其实也不是，因为你想想嘛，虽然金主有钱到爆，可以赔上上万款的3A 游戏，但要是一家企业做出来的游戏不断失败，不被大家接受，金主反倒是会觉得，这些企业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在做事？因为就是有人增加多元化还成功的啊，为什么你不行？这时候这家公司很有可能就会被打上一个问号，甚至扣到印象分数之类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啦，无论这一次我们解析的结果如何，让你出现什么消极的想法，都希望不要改变你身为一个真正玩家的初衷。你只要想想当初为什么你想支持游戏，想玩游戏，是美术呢，还是某家做出来的游戏性，还是你就是单纯他出什么我玩什么就好了？除非他真的沦为金钱与政权的操弄暗流里面，那这时候呢，你即便跟他分手也不是你的错，因为不是你违背这家企业这些游戏啊，而是他违背自己的初衷。但我们只能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少一点啊，真的要加，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选择权，不要老是搞强制，硬是要我们吃农药这一种啊，就真的是很让人不是很愉快耶。好，看完这次的新闻过后，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留言跟我们讲一声，因为我们这边只要你有留言的话，就会随机抽一位送一张 PS Plus 的月卡出去。那就恭喜上周得奖的朋友中奖，不要忘记寄信给我哦，这样我才可以给你们中奖的序号哦。感谢大家把影片看到最后，如果你想看末日生存射击游戏的始祖浩劫沙阵2玩什么，可以点右上的影片，或者是说评分超高的宇宙机器人好不好玩，也可以点右下的影片哦。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人。我是 Sky，我们下部影片见，各位。拜拜。